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才播9集收视报，白鹿敖瑞鹏成新男神，古装剧在立新标杆。小女孩小时候遇到好人相救，为了报答恩人，竟然成了一个修仙者，结果还要和自己的老爸断绝父女关系。好姐妹感情深厚，却因为一场意外分别了好几年，等长大了再次相遇时，彼此已经变得陌生了。不得不说，这部剧的设定还挺有创意的。今天要聊的是1月7号中午1时2点上线的古装爱情剧《白月繁星》。古装仙侠剧虽然挺多，但正儿八经斩妖除魔的反而不多。特别是最近几年，穿越重生的网文改编剧满天飞，看的人有点审美疲劳。别急，爱奇艺的恋恋剧场要来拯救大家了。这部开年仙侠大剧，从特效到剧情再到演员，都可以说是仙侠剧中的佼佼者。由朱瑞斌执导，白鹿和敖瑞鹏领衔主演，40集的古装仙侠剧来了。我觉得这部剧有很大的爆款潜力。看点1，朱瑞斌导演，爆款预定。在看这部剧之前，我随便看了看制作团队，结果发现导演是朱瑞斌，我心里就想，这剧肯定火。如果大家对朱瑞斌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的话，那我提《香蜜沉沉烬如霜》《明安如梦》还有《西花纸》这些剧的时候，您是不是就知道他是谁了？没错，这些剧确实都是朱导的作品。他在古装爱情剧方面可是很有研究，而且你看他的那些作品，会发现他真是个细节控，特别是在描绘主角之间的感情线时，处理的不生硬，很自然，这是吸引观众的关键之一。不仅如此，朱导和白鹿在《明安如梦》中已经有过合作，所以现在老搭档再次聚首。强大的制作班底加上默契的团队，让我对《白月繁星》的期待值瞬间爆表。看点2，主角智商在线，感情戏也很多。现在观众看过太多傻乎乎的仙侠剧，对剧情逻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而推荐这部剧的原因，就是男女主角都智商在线，既有套路又有出人意料的反转，既烧脑又过瘾。女主白硕是个从小被救后就迷上了寻找仙术的人族女孩，个性古灵精怪的。男主角范月是被七星燃魂印弄伤了身体，急需从神族宝贝无念石里获得神力，好用来续命的妖怪。他没想到自己要找的那个无念石居然认了女主为主。按理说，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女主错把男主当成她要找的神仙，然后两人纠缠在一起，最后相爱了。但是白月繁星厉害就厉害在他不按常理出牌，剧情完全出乎你的意料，根本猜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上文已经说了，男女主虽然目的不同，战队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挺聪明的。女主角没有盲目相信男主角，反而用自己的方法开始质问他，试探他。就算被妖怪追得魂飞魄散，他也没忘了要让男主角证明自己真的有神仙的本事。不仅如此，当男主骗他说自己认识他要找的那个恩人时，女主也是一点都没上当。我恩人怎么会陷入这种境地？你既然和他认识，不可能不知道。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女主不仅勇敢，而且脑子也很灵光，跟一般人不一样。男主也是小心翼翼，其实他对女主说的那个恩人一无所知，只是想哄骗女主上钩，把她当成自己的棋子。但当女主质问他时，他却能跳出他的思维模式，反过来质问女主。白姑娘，你一口一个说你的恩人是我老朋友，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又凭什么要把这些事都告诉你？看完前5集，男女主角之间那种激烈的情感拉扯确实成了剧中的一个大亮点。但其实这还不是导演设置的全部悬念。
这部剧一开始就是展现姐妹间的深厚情感，虽然中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太多关于姐妹俩的情节，不过我敢保证，之后女主和她姐姐之间的感情线一定会成为让人感动落泪的关键情节。就像女主姐姐在回忆里说的那样，星空璀璨，云层散去，月亮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姐姐变成什么样了？姐妹俩重逢后还能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吗？这些问题都还是未知数，让人想要继续看下去。看完剧情，咱们得好好聊聊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了。说实话，我最开始是因为白鹿才追这部剧的，但没想到最后竟被女二圈粉了。先说说白鹿吧，不得不说，她在剧中饰演的女主白硕演技真的很灵动。看过她不少作品，我觉得她和其他女演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很敢演，很放开。说白了，演戏要是放不开，就算长得跟天神似的，也顶多是个花瓶。可白鹿的演技很野，她不在乎剧中做夸张的表情，也不怕扮丑，总能把角色的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你看，白鹿演的角色都特别生动形象。她的演技和剧里白硕的性格简直是绝配。第二位演员是敖瑞鹏，这次朱导没按常理出牌，没找那些当红的小鲜肉来演男主角，反而选了名气比女主白鹿低不少的敖瑞鹏。不过名气虽然不搭，但演技可是能拼一拼的。敖瑞鹏在《白月泛星》里和白鹿演对手戏，两人真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其实这部剧算是一个大女主剧，所以剧本方面肯定会更偏向女主角一些。但是前面几集中，男女主角之间的那种你来我往的较量，敖瑞鹏完全没有落于下风。尤其是他那张清冷帅气的脸庞，既妩媚又不过分妖艳，特别适合这种古装剧的风格。第三位是常华森，在最近几年能叫得上名字的小鲜肉里，他算是经常演配角的那位。而且虽然他演的都是配角，但每次都能靠这些小角色吸引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在《一面关山》里，他扮演的李同光是个疯疯癫癫的徒弟，真的挺抢眼的。这次常华森在《白月泛星》里演的是个叫中招的仙族弟子，他和女主角白硕订了婚。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是个正派角色，而且好像对女主角有意思。不过后来在相处中，随着女主和男主之间擦出了更多的火花，中招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个还得接着往下看。第四位是戴露娃。最后我们来说说《白月泛星》的最后一位领衔主演戴露娃。很多人都说导演让戴露娃演女二号这个决定不太明智，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原因居然只是因为戴露娃长得太好看了，而且她的脸蛋很有可塑性，能演各种角色。在《长相思》里，她演了小妖的妹妹阿念，不过那个乖乖女的造型没能完全展现出她的美貌，所以没想到啊，她在《白月泛星》里演的那个茯苓一出场就火了。她的脸蛋长得很有特点，五官立体，还有点异域风情，辨识度贼高。再加上她演的是个半妖半仙的角色，这设定一下子就让茯苓这个角色酷了起来。除此之外，戴露娃的演技真的挺不错的。作为新一代的小花旦，她的台词功底很好，演戏也不夸张，很有代入感。用未来可期来形容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很多作品，导演都喜欢用老演员带新演员的方式，这部剧也是这样。除了上面提到的4位演员外，《白月泛星》还邀请了资深演员侯同江、汤镇业和张帆加盟。在原著里，张帆饰演的角色金耀是妖女茯苓的父亲，所以在后面的剧情中，张帆和戴露娃肯定会有不少对手戏。张帆演了不少反派角色，这次他饰演的金耀又是个啥样的人物呢？这也让人挺期待的。
这部剧才播了5集，就已经冲到了飙升榜的第1位。从这个数据来看，大家对《白月繁星》的期待值真的很高。其实这种古装仙侠剧，只要拍得好，肯定能大火。可惜的是，最近几年的几部仙侠剧都把穿越的情节搞得特别多，弄得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在穿越前后逻辑通不通上。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热门剧《永夜星河》，光是女主最后忘了自己是从现实世界穿书过来的这一点，就差点让一些网友炸了锅。不过还好，整体剧情挺新颖的，主演们的演技也在线，所以还算不错。从这里可以看出，《白月繁星》要想成为下一个古装剧爆款，还得看剧情质量和细节怎么样。比如说，当男女主角开始进入主线剧情降妖除魔之后，他们先后在宁安城、异人城、静幽山、石城和菩提村这几个地方的经历，能不能串得自然点，不让人出戏，这点真的很重要。如果只是为了达到目的，故意设置一些关卡，会让整个剧情显得很假，而且男女主角总是能轻松过关，这样就没有紧张感了。除此之外，怎么平衡仙侠和爱情这2个部分，也是检验编剧水平的关键之一。很多所谓的仙侠和刑侦剧，其实就是2个恋爱脑在那卿卿我我，真是俗套又无聊。所以当大家知道《白月繁星》的导演是朱瑞斌时，不少网友都兴奋地说：“是朱导啊，这下有救了。”毕竟他虽然拍过不少古装剧，但是大火的《香蜜宁安如梦》和《西花纸》风格都不太一样。既然这样，相信朱导的新作《白月繁星》也会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大家对《白月繁星》的剧情和演员有什么看法呢？